同学们好，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缺陷反应方程式的书写。这节课呢，我们结合缺陷反应方程来讲解热缺陷浓度的计算。热缺陷与温度有关，并且是不断产生和消失的。在一定的温度下，当单位时间内产生和因符合而消失的缺陷数目相等时，系统就达到了平衡，热缺陷的数目就保持不变。类似于我们常见的化学反应平衡，我们可以用质量作用定律，利用化学平衡的方法计算缺陷的浓度。热缺陷的浓度计算，大家可以直接使用下面的公式。我们来看公式中每一部分表示的含义，其中小 n 代表单位体积内缺陷的个数，大 N 代表单位体积内晶体中的总节点数，E 呢代表形成缺陷所需要的能量。大家要注意，单位通常是电子伏特，计算时需要把它换算成焦耳。K 呢是玻尔兹曼常数，直接使用即可。T 代表绝对温度，给出的通常是摄氏温度，使用时需要换算成 K 氏温度。下面我们来看点缺陷的化学平衡。缺陷的产生和消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与常见的化学反应一样，也可以看成动态的化学平衡。因而采用化学平衡的方法计算缺陷的浓度。这里主要给大家介绍弗隆克尔缺陷和肖特基缺陷的化学平衡。首先我们来看弗隆克尔缺陷，它的特点是质点离开原来的位置，进入间隙，形成间隙原子，而原来的位置形成空位。缺陷反应方程式如何书写呢？以溴化银为例，方程式的左边为正常节点处的银离子和未被占据的空间隙，右边写银离子进入间隙，形成带正电荷的间隙银离子，原位置处形成带负电荷的空位银离子。那么化学平衡常数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即间隙银离子的浓度与空位银离子浓度的乘积比上正常节点处银离子浓度与未被占据空隙浓度的乘积。由于空位和间隙原子是成对产生的，因而间隙银离子浓度和空位银离子的浓度是相等的，大家注意这一点即可。我们再看肖特基缺陷的化学平衡。对于离子晶体而言，正负离子同时迁移到表面，同时形成正离子空位和负离子空位。那么以氧化镁为例，我们看形成肖特基缺陷时缺陷反应方程式的书写。方程式的左边表示正常节点处的镁和氧，右边写迁移到表面的氧和镁，下标 S 代表表面位置，同时形成带正电的氧离子空位和带负电荷的镁离子空位。通常迁移到表面形成的新质底与原表面处的质底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肖特基缺陷反应方程式还可以简写为：左边正常无缺陷的晶体写成0，右边写成空位，空位没有质量。这个反应方程式也满足了书写规则。大家要注意，为保持电中性，正离子空位和负离子空位是成对产生的，所以二者的浓度也是相等的。同样可以代入平衡常数的计算公式，计算肖特基缺陷的浓度。从以上的讲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弗隆克尔缺陷和肖特基缺陷的浓度计算公式呢，具有相同的形式。热缺陷的浓度是缺陷形成自由函和温度的函数，它们之间的关系式可以归纳为开始时介绍的浓度计算公式。温度越高，热缺陷的浓度也就越大。下面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内容。这节课呢，主要以弗伦克尔缺陷和肖特基缺陷为例，介绍了缺陷浓度的计算，大家要掌握其计算方法。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